10万年前，我和沈碧春同日生产那天，我亲眼看着沈碧春偷放了我和他的儿子。沈明珠，凭什么一出生你就是嫡女，有着万千宠爱，一同加入这荣府中，而你又是正室，我只能做妾。如今，我要让我的儿子成为嫡长子。小贱种！待沈明珠把我儿子养到18岁，功成名就之时，我再将这条贱命还给他。这一换就是18年。姐姐好呀，姐姐今天气色真是不错，妹妹带着长话来给姐姐请安了。给母亲请安。都坐吧，上茶。等等，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赶紧给大夫人上茶！贱人贱种，真是不懂规矩。哼！妹妹，他是荣府的二公子，纵使你是他的亲生母亲，也不能如此对他。什么二公子？不过是一条贱命罢了。咱们荣府啊，只有大公子才是金尊玉贵的少爷，他不过是个下贱胚子，他也配？愣着干嘛呢？还不赶紧去！是，母亲。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！娘，别打了！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！娘，别打了！什么贱人生的贱种！娘，别打了！够了！他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你怎舍得如此对他？姐姐，我管教我自己的孩子，就不劳姐姐插手了。沈明珠，你要是知道我当着你的面折磨你的亲儿子，恐怕你不要心疼死，这都是你的报应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一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我今天非要教训教训你不可。娘，花儿知道错了，你饶过花儿吧，花儿疼。疼？疼就给我长长记性。你这个泼妇！长花好歹是荣家的二公子，也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怎么这样虐待他呢？我的儿子，姐姐，这可是你的亲儿子呀。花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母亲，是花儿不对，是花儿的错。心疼了吧？真想看看你知道真相后会是什么表情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真是禽兽都不如。姐姐，花儿不过是个庶子，连个人都伺候不好，简直就是找死！住手！在闹什么呢？没事儿，老爷，就是花儿犯了点错误，我正在惩罚他。孩子犯了错，教育一下就好了，岂能随意打骂？这让下人们看了笑话。是，老爷，你一边待着去，别扰了夫人跟老爷。哎，姐姐，灵儿呢？这怎么半天没见着灵儿了呀？灵儿她……灵儿，天天找灵儿，人家不知道，还以为灵儿是你的儿子呢。
是啊，妹妹对灵儿可真体贴。小时候灵儿得了天花，可是妹妹衣不解带的照顾了她半个月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妹妹是灵儿的亲娘呢。啊，灵儿可是咱们府中的嫡长子，我这个做庶母的多照顾照顾也是应该的。虽说嫡庶有别，但是画儿他怎么说也是我们荣府的少爷，你呀还是对画儿多上点心吧。老爷，妾身有自知之明，只是这画儿连灵儿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你们都不疼我，就因为我是庶子吗？长令给父亲母亲、二姨娘请安。灵儿快起来，姨娘等你好久了。明日便是太子选拔伴读的日子，圣上的意思是从我们荣家选出一位，你们好好准备一下，能给太子做伴读，这对你们1个月之后的科举考试是大有益处的。知道了，老爷，我呀早就为灵儿准备好了，快把东西拿上来。灵儿，你快看，这个护腕啊，可是姨娘亲手为你缝的。你平时练功总是受伤，一定要好好带着啊。还有这些笔墨纸砚，都是刚从江南新运过来的，都是最好的。多谢姨娘。妹妹这准备的可是比我这亲娘准备的还要周全。画儿可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也为他多想想，他也是有资格参加太子的伴读的。来，弟弟，这个给你，明日你与我一同进宫。他能有什么出息？别让他去丢人现眼。娘，儿子在你心中就这么不可吗？不像我们灵儿，我们灵儿可是天之骄子，一定是未来的大状元郎，也是太子伴读最好的人选。这个贱种怎么跟你比呀？二姨娘过誉了，长画也是有真才实学的。他哪能跟你比啊？来，让姨娘给你戴上。不用了，姨娘。沈明珠，怎么回事？灵儿的手为什么会受伤？没事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他又是习武之人，有点擦伤不是很正常吗？你看看你们家画儿，经常满身都是伤。这个贱主怎么跟灵儿比呀？灵儿可是我……可是你什么？可是咱们荣府的嫡长子。再说灵儿明天可是要参加太子伴读选拔的，自然要小心谨慎一点。父亲，我可以参加太子伴读的选拔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知道太子什么身份吗？在这痴心妄想。母亲，我才是你亲儿子，同为荣府的少爷，凭什么我不可以参加？你还跟我犟嘴！我让你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让你认不清自己的身份。姨娘，别打了，明日让他跟我一起去吧。行了，不管嫡出庶出，都是荣家的公子，要去2个孩子一起去。明珠说的对，既然2个都是我的儿子，那就一起参加，要不然外人该说我这个当父亲的厚此薄彼了。看看画儿的身上，天气这么冷，都下雪了，他一件像样的后氅都没有，脚上的鞋还是夏天的单鞋，让外人知道了，还以为我们荣府对孩子不好呢。画儿没那么金贵，穿那么好的也都是浪费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荣府连一件厚衣裳都买不起吗？老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行了，都回去休息吧，为明天的选拔做好准备。夫人，您推荐二公子参加太子伴读选拔，就不怕他真的中了？要是那样的话，二姨娘可真的爬到您头上了。沈碧春那个贱货，只怕有他在，长画这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。只是可怜了长画这孩子。夫人不必介怀，若非夫人这些年一直暗中护着，二少爷这些年少不了那个毒妇的祸害。妹妹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
娘，把我棍子给我拿上来！把棍子给我拿上来！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是吧？还想当太子的伴读？我告诉你，你连灵儿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你只配当他的一条狗！娘，我究竟是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？你为何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错就错在，你根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错在你的亲生母亲是沈明珠那个贱人。小云，把我准备的药拿过来。太子殿下最注重仪表，那今日我便毁了你的脸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跟灵儿抢这个伴读。灵儿啊，待会儿到了宫里，可千万别紧张啊，有姨娘陪着你呢。母亲，您先请。沈明珠，就算你占了正房的名分又如何？我的儿子马上就要成为太子伴读了，而你的儿子只配待在阴沟里，到头来我还是压过你一头。花儿怎么没来？是他自己不自量力，昨儿个儿已经被我教训过了，此时正在床上昏睡着，不用等他了，别耽误了我们灵儿的大事。爹，娘，久等了。爹，娘，久等了。花儿，你为何戴着面具？他的脸……母亲，花儿昨日略感红疹，如今已无大碍了。上车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他不能去。妹妹，你也快出发吧，耽误了吉时，你可担待不起。这贱种，果然跟沈明珠那个女人一样可恨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选拔开始。经过层层选拔，我宣布太子伴读的人选为荣家二公子荣长化。什么？荣二夫人有何异议啊？太子殿下，荣长化绝不是您伴读的最好选择。娘，太子殿下面前不可无礼。二公子才学敏捷，谦逊有礼，有何不合适啊？荣长化是庶子，灵儿才是嫡长子，哪有嫡长子落选，庶子当选的道理？选拔看重的是才学，不看重嫡庶长幼。可是，你太子面前岂容你放肆！大殿之上，你们成何体统？是臣妇的错，臣妇没有教导好家中妾室。无论是哪个公子当选，皆是我荣府的荣耀。明珠所言极是，谢太子殿下隆恩。想当太子伴读，也得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命。你的脸！回太子殿下，荣长化不修私德，常年流连烟花之地，一身脏病，实在不适合留在您身边做伴读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他说的不对，太子，他在骗你啊！大胆！荣长化，你身为贵族子弟，竟然如此不知羞耻！既然如此，
我就让你断了这个念想。你染了这身脏病，还敢来竞选太子伴读？你想谋害太子殿下吗？来人，验了！太子，娘，救我，娘！太子，太子饶命啊！太子饶命啊！太子殿下英明。沈明珠，你的儿子成为了阉人，以后这荣家可就是我儿子的了。真希望灵儿这次能高中状元啊！我们荣家列祖列宗在地下也能安心了。母亲放心，灵儿啊，有太子做后盾，她前途自然不可限量。中了！大公子高中状元了！哎呀，真的，我灵儿真的高中了。我就知道我灵儿肯定行的。沈明珠，真是多谢你，把我的儿子培养成状元。好，太好了！母亲，灵儿光宗耀祖了。我这大孙子可真争气呀！是。圣上赐了官服官帽，状元游街的队伍马上就要到门口了。老爷，我们也赶紧去门口迎接灵儿吧。好，母亲，来。一个是当朝状元郎，另一个却是被阉了的阴沟老鼠。这人和人的命啊，可真是不一样。恭迎大公子高中状元回府！恭喜恭喜恭喜啊！一个是当朝的状元郎，另一个却是被阉了的阴沟老鼠。这人和人的命运啊，还真是不一样。给父亲、母亲请安。灵儿，快起来！灵儿，你这次高中状元，真是我荣家的大喜事啊！感谢父亲、母亲的栽培，我能有今日，离不开母亲的悉心照料。孩儿已经奏明皇上，为您请求封诰。好儿子，真是额娘的好儿子。这荣大公子啊，可真是个孝子啊！等一下，灵儿，你不能为这个女人求告密。因为我才是你的亲娘。娘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人家亲娘不是搁那站着吗？是啊，他们明明刚刚放完诰命，这女人就过来抢，她真的是想当诰命夫人想疯了吧？碧春，不可胡说，快下去！妹妹，你凭什么说灵儿是你的儿子？说话可是要讲证据的。我当然有证据，把奶妈带上来。给老爷夫人请安。乔嬷嬷，你怎么来了？禀告老爷夫人，18年前的一个夜晚，我给2位公子喂奶，天色昏暗，我不小心抱错了孩子，我怕夫人责骂，我就将错就错，谁想谁知这一抱错就是18年。老爷，我该死，我罪该万死，老爷夫人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我该死！简直荒谬！父亲，
刁妇简直是胡说八道！饶命啊！这老太婆说的还挺有道理的，没准是真的呢。我看啊，不一定，有可能是荣姨娘啊嫉妒大夫人，使人呐在里边作假。一个是毁容的废物，一个是清点的状元郎，是个人都知道怎么选吧？老爷，灵儿可是我的儿子呀！我求求老爷，让灵儿跟我母子团聚。他居然是他的儿子，真的假的？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别在这丢我荣家的脸！起来！我不起！老爷今天要是不把灵儿还给我，我就跪在这长街上。好，我愿意跟你换。母亲，只要你能证明灵儿是你的孩子，我就愿意跟你换。你真的愿意跟我换？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怎么舍得把我转让给二姨娘呢？明珠，你把灵儿带大可是不容易呀。夫人万万不可，大公子是夫人多年栽培的结果，怎么可能因为小人的挑拨就把大公子送给别人？这大夫人莫不是傻了吧？怎么连到手的诰命都拱手与人了呢？就是，好好的状元郎不要，偏要一个疯子。当年奶妈确实是把两个孩子弄混了。什么？难道你真的是我娘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从小到大，我就是你最喜欢的儿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孩子呢？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两个孩子怎么能混淆呢？圣上钦点的状元郎成了庶子，一个没人用的废物成了嫡长子，以后这荣府的家族产业该传给谁呀？倘若这话要是被圣上听到，还不知道如何处置呢。这大公子的状元郎也不知道稳不稳。当初灵儿就是以荣家嫡子的身份进宫的，若今天事情败露，圣上一定会彻查，那我那个秘密……沈明珠，你这个贱妇，竟然混淆我荣家血脉！既然早就知道此事，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？就是啊，你让我们母子分离多年，你到底是何居心啊？这大夫人可真是恶毒啊！看着自己的孩子被虐待成这个样子，却无动于衷。是啊，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了，他怎么像个没事人一样？真的是心狠手辣，冷酷至极。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么成为荣府嫡母的。明珠，你既然早就知道此事，为何一直不说？将两个孩子的身世瞒到至今，看着自己的儿子受苦，也不闻不问，你怎么如此恶毒啊？我不说，是因为我想看看这个女人还能做出什么事来。儿啊，这种恶毒的女人留着就是祸根啊！沈明珠，我现在就一纸休书，你赶紧滚出荣府！爹，不要爹！母亲养育我多年，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爹，你三思啊，爹！灵儿，我才是你的生身母亲，你为何要替这个女人求情啊？可是什么？灵儿，是这个女人害得我们母子分离多年的。他是夫人的儿子，谁也不许把他抢走。我的好妹妹，你的伎俩就到这儿了，好戏还没开始呢。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既然你早就知道我是你的亲生孩子，为什么不愿意和我相认？为什么看我遭受这么多年的虐待？为什么对我的苦痛都无动于衷？为什么？我的好姐姐，被你自己的亲儿子用剑指着的感觉怎么样啊？是啊，姐姐，花儿可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啊？心狠？谁能有你心狠？从我记事起，我没有一天不被挨打。我投为荣府的少爷，大哥每天锦衣玉食，而我却过得猪口不如，
要不是你，我能变成今天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吗？荣二公子可真是可怜呐。哎，是啊，好端端的嫡长子被虐成这样，能不狠吗？好了，花儿，休要胡闹，别让别人看咱们的笑话。父亲，事到如今，你在乎的只有面子，就因为我是庶子。这么些年，你放纵这个女人，对我随意打骂，从来不关心我的生死。这个荣府，外表上看起来富丽堂皇，可里面早就污浊不堪。你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表里不一，虚伪至极。我恨你们，更恨这个荣府。这么巨大的一个荣府，竟然容不下我这一个废人。那我不如一死了之。二弟，长话，我并不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刚刚才说你亲眼看见奶妈偷换孩子，为何现在不承认了？我知道，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废人，所以现在连你也不想认我？当年奶妈确实把2个孩子弄混了，我立刻就换了回来，所以这些年我从未提及此事。哼，姐姐，你竟然为了不认这个废物，什么谎言都说得出来呀？那你怎么证明灵儿是你的孩子呢？就凭奶妈的3言2语？既然你不相信的话，那我们就滴血认亲。真的要滴血认亲吗？这要是传出去，岂不是笑话我荣府？老爷，事已至此，如果还不出个结果来，才会让大家笑话，对您的名声也不好。是啊，一人，荣家血脉不容混淆，势必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求父亲彻查此事。求父亲彻查此事。好吧，碧春，你既然认定灵儿是你的亲生儿子，那你就跟灵儿滴血认亲。是，老爷。来啊，端一杯水来。是。好姐姐，过了今天，你的主母之位，还有你精心培养的状元郎儿子，都是我的了。灵儿，我才是你的娘亲啊！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！那就验验看，让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实情况。是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灵儿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儿子？沈碧春，做了这么多年的梦，你也该醒醒了。事实就摆在你面前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是你在碗里做了手脚，对不对？灵儿不可能不是我的儿子，你明明什么？我明明这个阉人才是你的儿子！老爷、老夫人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！灵儿真的是我的儿子啊！父亲，二姨娘已嫉妒我母亲多年，她现在已然得了失心疯了。来呀，把这个疯女人按下去！老爷，我求你不要！够了，碧春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滴血认亲的结果已经明明白白，你还要如何狡辩？
我当然有证据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的儿子身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，只要灵儿把衣服脱了，这一切便可见分晓了。大胆！灵儿刚刚高中状元，你现在让她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，你这是要丢荣家的脸吗？姨娘，你弄错了，我身上并没有你说的胎记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当年明明……母亲，你说的是这个胎记吗？这块红色胎记怎么会在你的身上？这个胎记我从小就有，我从小就有啊！沈碧春，18年了，你但凡对他尽一点母亲的责任，你也不会不知道他是你的亲生儿子。怎么会这样？平日里你对他动辄打骂，肆意凌辱，他的日子过得连一个下人都不如，你还不醒悟吗？你看看他现在成为这个样子，都是你的错。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我的儿子是状元郎荣长林，不是这个阉人荣长化。是我记错了，肯定是我记错了。灵儿身上没有这块红色胎记，花儿有，花儿身上有，花儿才是你的儿子。沈碧春，你疯了吗你？这二太太说话怎么颠三倒四的？一会儿说孩子身上有胎记，一会儿又说没有了。为了抢孩子呗，这是什么谎话都能说。你们知道什么？灵儿就是我的儿子。你还在执迷不悟，乔嬷嬷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？乔嬷嬷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从实招来？老爷夫人，饶命啊！18年前，你说你把2个孩子的衣服穿错了，可我们家的布料是有特殊的纹理的，即便是在黑夜里也是看得见的，你怎么会搞错呢？乔嬷嬷，你若是老实交代，我还能饶你一命；你若是还护着这个女人，那只能带你出去，用棍打死。夫人饶命啊！夫人饶命！都是他，是二姨娘，是二姨娘，他指使我去看的，老奴不敢不从啊！你跟他进来说话都什么？抓起来！老爷夫人饶命！是二姨娘。他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说出来是我把2个孩子弄混的。我从来也没有把2个孩子的衣服穿错过。乔嬷嬷，你也算是我荣家的老人了，怎么能为钱做如此的事情啊？来人，把他送去官府！夫人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夫人饶命啊！既然乔嬷嬷没有弄混，那么二姨娘怎么就坚定我是你的孩子？因为孩子是他亲手换掉的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我换了孩子？当年我产后昏昏迷迷的时候，亲眼看见沈碧春潜入我的房间，将2个孩子调换，幸而我及时换了回来，否则岂能让你奸计得逞？贱妇，你怎敢！什么？是二太太亲手换了孩子？这事儿也太荒谬了吧！为什么多年打他骂的是我自己的亲生儿子？造孽呀！造孽啊！你为了争宠斗气，竟将自己的儿子害成这样，你简直不配为人母！花儿，娘真的不知道呀，都是娘的错，娘糊涂啊，对不起你，花儿。母亲啊，母亲，这就是你精心做的一场局，
你对大哥那么好，也最终还是别人家的孩子，而我本来可以出人头地的机会，一手剁碎了这一切。娘是为了想给你挣一个好前程啊，花儿。为我好，为我好，为我好，让我在寒风腊月里穿着单衣跪在地上。为我好，让我参加太子伴读时毁我容颜。为了我好，又在太子面前侮辱我、诋毁我，害得我成为了不能人世的废人。娘，这就是你所说的为我好？不是花儿，花儿不是这样的，娘错了，娘对不起你啊，你原谅娘吧，花儿。娘亲，我现在这样都是拜你所赐，是你亲手毁掉你自己的儿子。是他，是沈明珠，是他害我们母子分离的。是沈明珠，是他害我们母子分离的。沈碧春，母亲姐妹一场，从小到大，好吃的好喝的，我第一个拿给你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何止待我？待我不薄，沈明珠，我最恶心的就是你这副假惺惺的嘴脸。未出阁时你是嫡女，千娇百宠，就因为我是庶女，所以我处处都不如你。后来父亲为了巩固你的地位，就把我送到这府中做妾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是你母亲出身卑微，导致你无法成为正室，父亲才让你跟我一起入了荣府，让我保护你，不然你有今天的好日子过。我不管，凭什么都是一个爹生的，你就能风风光光的嫁进来做正室，而我只配做小妾？如今你还毁了我的儿子，沈明珠，我恨你，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灵儿，这么多年我待你不薄，你竟然为了他踹我！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的母亲。真是沈明珠的好儿子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今天杀了你们，让你们做一对地下母子。上！花儿，花儿，娘，是娘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娘糊涂啊，花儿。娘，我从小就羡慕大哥，他生病的时候，你总是细心的照料着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也想让你陪着我，宁愿死在你的怀里。孩儿知足了。花儿，别吓唬娘。是娘错了，娘不该鬼迷心窍的把你换掉，花儿，你别吓唬娘，花儿，娘错了，娘错了，我一定会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的。母亲，花儿，下辈子别再遇到我这样的娘了。叫郎中，叫郎中！花儿，你醒了。母亲，我怎么在这儿？那日你中了一刀，所幸大夫说没有伤到要害，
再休息几日你就好了。我娘亲呢？我娘亲她怎么样了？那日你晕倒了，你娘亲就撞墙自尽了。花儿，身为你的娘亲，你的主母，我不该让我们大人之间的纷争扯到你们孩子身上。母亲在这儿给你赔罪了。母亲，万万不可！这些年来，若不是你在我生病时给我送药，冬日里给我添衣，我估计我早就冻死饿死了。我如果早点揭穿此事，就不会有那天那一幕的发生。母亲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娘亲她贪心太过，自食恶果。不要想这些伤心的事了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。母亲不打扰你休息了。母亲，求母亲助我离开荣府。好，我会着人安排的。其实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孩子。孩儿给父亲请安，不知父亲找我来何事啊？灵儿，忙了一天了，为父都没有找出机会跟你说声恭喜呀。感谢父亲。灵儿，为父有件事情，希望你去给我办一下。父亲请讲。你去帮我整理一份京城布防图过来。爹，您要京城的布防图干什么？让你找就去找，怎么这么多废话？夫人好，公子呢？跟老爷在书房谈话呢。知道了。爹，孩儿刚刚任职，对各部门的情况不是很了解，恐怕不能得到相关资料。而且这种东西整理出来，一旦被有些人拿到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办还是不办？恕难从命。你这个逆子，你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你知不知道，你今天的一切可都是我给你的？孩儿谨记父亲和母亲的恩泽，可这件事情，孩儿真的办不了。呸！你的成就跟他沈明珠有什么关系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孩子，你只不过是我抱来的野种而已。父亲，你说什么？当年我看你身体强壮，正好沈明珠又生了个女儿，所以我便联合产婆将你换进荣府。要不是我的话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受苦呢。灵儿不是我的儿子。你给我记住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我能给你就能收回来。那这18年我又算什么呢？你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棋子而已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把京城布防图给我砸来。荣毅人，你让我姐妹成仇，母女分离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夫人，你都坐了1个晚上了，来吃点东西吧。二姨娘已经去世了，大公子也顺利给你封了诰命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是啊，碧春已经不在了，难道我们姐俩都要葬送在这荣府？夫人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花儿已经离开荣府了吗？公子病刚好就离开了。离开了就好，这吃人的荣府总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夫人，我看您是太累了，我还是扶您去歇息吧。我不去，我要报仇，我要替我的女儿报仇。夫人，林大员外已经来催缴货款了，您看还是按之前的给他。商铺的贷款是老爷的，去找老爷要啊，问我干什么？之前是之前，现在是现在。记好了，荣毅人在外面的任何欠款，我都不会替他还。是。荣毅人
从前我为这个家费尽心血，只为你能功成名就，可你却这么对我，那就别怪我无情无义。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要账的人来了。要账？要什么账啊？本老爷何时欠过人的账？老爷，你要是亲自去看看吗？还怎么还不钱啊？什么借了酒全不还啊？你就开锅了，家里还有馅儿呢，赶紧的！吵什么呢？荣老爷，您上次请客吃饭的酒钱也该还了吧？荣老爷，您上批那批货钱也该给了吧？我当什么事儿呢？这点小钱，去府库里拿银子不就完了？何必来找我呀？老爷，夫人说府库里的银子不准动。放肆！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他做主了？夫人呢？我倒要问问他要干什么。哼！走，别赔我，还有钱啊！账呢？钱！哼！沈明珠，你要干什么？怎么了，老爷？老爷，你怎么可以打人呢？库里的银子为什么不让我动？那是我的嫁妆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老爷管得着吗？不是大夫人！哼，好你个主仆二人，竟敢忤逆于我！我告诉你，既然你是荣府的夫人，那你的钱就是这荣府的钱。荣府的钱，这上上下下荣府的人，有哪一个跟我是有血缘关系的吗？你都已经知道了。是，我都听见了。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把我女儿还给我！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瞒着你了。实话告诉你，你的女儿早就被我给掐死了。荣毅人，你怎么能这么心狠？那可是你的亲生孩子。亲生女儿又怎样？谁让她是个女儿身？而且她体弱多病，郎中说了，她的命完全靠药吊着。我荣府的嫡子，她怎么可能是个女儿呢？啊！你不是人！我不是人，我的好夫人，你又好到哪儿去啊？啊！你亲眼看着自己的亲妹妹打他儿子的时候，你无动于衷，你还逼死了自己的亲妹妹，跟你的残忍比起来，我真是自愧不如啊！是你重男轻女，是你重视嫡庶。若没有你，我们姐妹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？那又怎样？沈碧春已经死了，长花她成了残疾，而长林她变成了我的妻子。你们每个人都必须为我所用。你真是疯了！你疯了！来人，将这个女人给我绑起来！哈哈哈哈！你们干什么？我是荣国公，这里是荣府，你们竟敢抓我啊！沈明珠，我要休了你！你凭什么休了我啊？我要和离！普天之下，哪有女人提出和离的啊？我就来做这和离的第一人。这是什么？当今圣上亲笔写下的和离书。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求太子殿下赐我与荣国府荣国公和离。沈明珠，虽然我如今代父监国，掌管朝中大小事务，可是古往今来，从未有女子提出和离的先例。你这个要求，恐怕我不能答应啊。太子殿下，我父兄皆为国征战而死，全家只剩下我跟妹妹两人。如今我妹妹已经死在了荣府，难道要我也死在荣府吗？怎么会到如此这般境地？我愿意用我父兄一生的战功，只换一封和离圣旨。好吧，看在沈将军为国征战一生的份上，我就为你写这封圣旨。只是用我父兄的军功换来的，你现在可以安心的滚了。这不可能，
这不可能啊！啊，凭什么啊？你凭什么？我是荣国公，这是荣府，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啊？有什么资格？我是荣国公，这里是荣府，你有什么资格赶我走啊？有什么资格？我看你是年纪大了，脑子不好使了。你忘了你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？那自然靠我的步步谋划。如果没有我如山的嫁妆，没有我父亲的位高权重，凭你能一步步高升吗？那又怎样？哼，你既然嫁给了我，那你的钱那就是我的钱。呸！自古女子的嫁妆都是自己的钱，什么时候成了你的钱？荣毅人，你我夫妻20载，我从没发现你是如此的厚颜无耻。你我夫妻缘已尽，你走吧。让我走？凭什么？凭着荣府的一草一木都是我花银子买的。扒了他，让他滚！沈明珠，你这个贱妇！我是1品荣国公，我是荣老爷，这是荣府，你怎敢这样对我啊？你怎敢这样对我？父亲，母亲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若是来包庇他的，就跟他一起滚出去！母亲，您说的对。灵儿，你为何帮他啊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的一切。父亲，你不应该换掉母亲的孩子，这件事情您真的做错了。沈明珠，你这个贱妇！奸夫！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就是你看就出来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这不是荣老爷吗？怎么没穿衣服就出来？看这样子，这荣老爷被赶出来了吧？这荣府可真够丢人的。哎呦，是啊，这怎么跑了？怎么跑了？把牌匾给我换了。是。哎呦，荣府怎么变神府了呀？荣毅然，这只是开始，我要一步步夺走你的一切。灵儿，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孩子，但是我扪心自问，这些年我对你没有任何亏欠。母亲，您这些年对我的教诲，孩儿都记在心里，在孩儿心里，您就是我的亲娘。好，不愧是我亲手养大的孩子，快请起吧。娘还有件事求你。母亲，您说。我知道你父亲让你把京城的不凡谱给他。母亲放心，我定不会做通敌叛国之事。不，你把他要的那东西给他。母亲，为何？灵儿放心，我定会让他为他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。是。父亲，灵儿，你到我这儿来，不怕你那个母亲生气呀？父亲，您是读过书的人，怎么看不出那是我的缓兵之计啊？您让我准备的京城布防图，我已经整理出来了。太好了，有了此物，何愁大业不成啊？灵儿，你之前百般推脱，这一次怎么这么快就给我了？这其中不会有诈吧？父亲，母亲乃是一介女流，在仕途上不能给我任何的帮助，儿子未来的路还要靠父亲多多提携啊。我谅你也没这个胆子。
哈哈，事情办得不错，等为父功成名就之时，定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父亲。啊，谁？啊，你来了。几日不见，没想到荣老爷竟混成了这样子。你要是来挖苦我的，现在就可以走了。不敢不敢，不知荣老爷黑夜唤我过来，有何要事啊？哼，我叫你前来，自然是有好东西给你。哦，哈哈哈，哈哈。京城布防图，你从哪里搞来的？这你就不用问了。啊，我只问你一句，什么时候行动？有了这好东西，即刻便可行动。太好了。啊，那我的要求呢？荣老爷的付出，可汗都看在眼里。大业一旦铸成，荣老爷便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太好了。唉。东西给他了。是，可是看他的样子，不一定会信。放心，他对自己一向很自信，你是他亲手培育出来的，他定会信你。不把他逼到绝境，他怎么会走上这一步呢？荣毅人，你已经无路可走了。啊，什么声音？嗯，难道是来接我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荣毅人终于有出头之日了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啊，霍儿，怎么是你呀？你们来干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父亲，好久不见，我是奉太子之命来请你进宫里一叙的。太子？你怎么会和太子在一块儿？当然要多谢母亲的帮助，求母亲助我离开荣府。好，我会着人安排的。这是我沈家的玉佩，你也是我沈家的孩子，今日我就把这玉佩给你。沈家在朝堂上朋友众多，他们看在这玉佩的份上，都会给你几分薄面的。多亏了母亲那个玉佩，我才能进入宫中遇见太子。这次我是奉太子之命带你进宫回话的。花儿，我可是你父亲，你不能抓我，你不能抓我！这么多年，你有把我当过你的儿子吗？押起来，带进宫中。不要，不要！你不能抓我，花儿，花儿！臣父沈明珠状告当今荣国公荣毅人，他换我孩子，杀我女儿，贪污受贿，通敌卖国。宣诰命夫人沈明珠进殿。荣毅人，我们今天这笔账该算清楚了。台下何人？敲灯闻鼓，所谓何事？臣父沈明珠状告当今荣国公荣毅人，他换我孩子，杀我女儿，贪污受贿，通敌叛国。竟有此事！来人，宣荣国公。宣荣国公进殿。臣荣毅人参见太子殿下。荣毅人，沈明珠告你害他女儿贪污受贿，叛国通敌，你可认罪？臣冤枉，请太子殿下明察。荣毅人，明明是你亲口说的，在我生产之日，你将孩子换了之后，亲手掐死了我的女儿，你现在为何不认？你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你有证据吗你？太子殿下，
是他沈明珠和他妹妹抢儿子，最后把他妹妹给逼死了。被我发现之后，我就说了他几句，他怀恨在心，他陷害我呀。沈明珠，你可有证据？臣父没有证据。大胆！你竟敢欺君！来人呐，把他押进大牢！且慢，我这儿有证据。参见太子殿下。灵儿，你怎么来了？父亲，我是来揭发你的罪行的。揭我？你的前途不想要了？你别忘了你的一切。我知道，我今天的一切都是父亲给我的。可今天，就算这一切我都不要，我也要还我母亲一个公道。好啊，你们是一伙的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啊！荣毅人，你没想到吧？你会有今天。你这个叛徒，你敢出卖我！大胆！大殿之上，岂容你放肆！求太子查看证据。呈上来。这里面记载了荣毅人受贿的时间、地点和数目，还有他与敌国往来的书信，都是他亲手所写。太子如若不信，可拿他的奏章对比。荣毅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太子殿下，臣冤枉，臣冤枉！是他们故意陷害我的，荣毅人，事到如今你还敢抵赖？你把我们姐妹和孩子害成这样，你就不怕午夜梦回的时候你自己做噩梦吗？我后悔什么？你们能给荣家做贡献，是你们的福气。报！禀太子，京城外出现了大量敌军士兵。什么？禀太子，京城外出现了大量敌军士兵。什么？哎呀！太子殿下啊，不，马上你就不是太子殿下了，这天下又改朝换代了。荣毅人，你在说什么？这些年外邦在我的帮助之下细作遍布京城，再加上这个京城布防图，双方里应外合，攻破京城那是毫不费力的。而我那是开国功臣，而你们都得去死！你疯了吧？你可真是个疯子！你懂什么？开国功臣知道吗？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！你知不知道啊？你知不知道啊？你们父亲，你高兴的太早了。荣成化，你来干什么啊？你要是来给我磕头认罪，我姑且饶你一条狗命；你要是替这个女人求情，我就把你们全给杀了。父亲，我是来让你彻底死心的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快请起。外面战况如何？回禀太子殿下，所有细作已经被全部抓住，外面几个叛军不足为惧，已经派去镇压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父亲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给你的京城布防图是真的吧？难道不是真的？不可能，我仔细检查过，里面的人数，它都是对的。不给你写几个真的，你能把这图传出去，你能掉进我们的陷阱当中。好，你们陷害我，你们敢陷害我啊？我们陷害你？这么多年来，你从来没有把我们当过亲人，我们都只是你手中的一颗棋子。我不敢信，我不敢信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我不敢信，我不敢信啊！沈明珠，你这个贱人！我不会放过你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！这一巴掌打你泯灭人性，毒害我亲生骨肉；这一巴掌打你冷眼旁观，看我姐妹相残；这一巴掌打你毫无人性，看我家破人亡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鬼的话，你想一想，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，怕不是那些鬼都要先来找你。蝼蚁人罪大恶极，拉下去！
立刻处死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！花儿，莲儿，花儿，救我！荣长化，此次你抓住了所有细作，立了大功，本宫决定封你为禁军统领，守护京城。臣定不辱使命。荣长林、沈明珠，你们二人也功不可没。荣长林官复原职，沈明珠有勇有谋，本宫决定赐你免死金牌一块。谢太子殿下。娘，我来吧。今天做的都是你跟你大哥爱吃的菜，怎么今天除夕夜他还不回来呢？太子器重哥哥，多忙点也是应该的。那我们一起等他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娘，您看这是谁？娘。来，小弟，吃一个。谢谢大哥。来，别客气。